尊敬的索达吉堪布，各位亲爱的校友及来宾，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今天的国学高端讲座。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把藏传佛教的著名法师索达吉大堪布请到我们的国学讲座高端讲座的现场。那交大海外学院国学班，我们自创立以来，一直在力争于为同学们提供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文化和精神的食粮。因为现今社会物欲横流，处处充满了竞争、变迁，人心浮躁、焦虑、压力重重。我们的课程呢，就是要传递一种正向的能量，一种安宁，一种自在，一种解脱，给到大家。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寻求一份心灵的超脱。那学习经典是学习一种超然的态度，去穿透事物的表象，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进而去完善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生命质量和我们的幸福指数得以提升。我们在课程之外是举办了大量的高端讲座、公益性的讲座，提供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校友、我们同学的朋友们。那我们历史以来，我们邀请过众多知名的名家，像易中天先生、于丹老师、钱文忠老师，包括周国平，非常多的名家光临我们的讲座。那今天是我们的第30场的国学高端讲座，我们请到了我们知名度这么高的大堪布，也是我们的荣幸哈。下面呢，我先有请我们的海外学院的项目中心的我们张广义主任来致欢迎词，有请。尊敬的索达吉老师，各位国学班的同学们，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记得上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了一段那个广西桂林这个4兄弟寻母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这就是我们说百善孝为先呀。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学国学呢，就形成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明白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当今社会，应该说物质呢都比较丰富，大家活下去呢都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活得有意义呢？成了我们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要形成我们的价值观。那么有价值观呢，有个价值呢，就要谈到一个怎么去选择了。当然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举办这样国学课程学习呢，那么社会上原先的像地沟油毒胶囊事件呢，也会变得会越来越少。我们说佛家呢有很多经典的语言，比如说舍得呀、因果呀。我记得前年我有幸参加太湖大学堂那个南怀瑾老师当时开办一个《资治通鉴》课程，说南老师就告诉大家呀，中华文化呢博大精深，有两个内容呢，可能你学起来呢就特别费劲。那一个呢就是易经，一个呢就是佛教。其实包括南老师他后面也是修的是藏传佛教。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索达吉老师，那我相信带来一个幸福的课程。那么祝呢索达吉老师呢幸福健康，祝今天的讲座呢圆满幸福，祝各位朋友幸福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张主任。那么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已经了解我们的大堪布。我们大堪布是85年出家，然后自出家以来这么多年是在可以说东西方各个国度，像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泊尔、不丹，那么像西方的包括像美国欧洲很多的德国、英国。很多的国家去遍布了他弘法的足迹，在每一处他都受到了非常尊贵的待遇。那么今天同样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们的各位校友，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堪布。谢谢我们的堪布。
那么，因为时间非常宝贵，记得堪布在他的一个问答里面，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微博的一些博友问到我们的堪布说，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堪布回答是追求的是安宁、自在和解脱。那希望我们今天同学在这里带着我们的耳朵，带着我们的心灵，能把堪布传递给我们的这份安宁、这份自在带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欢迎堪布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根本在新的讲座。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啊，共同学习的题目是幸福的根本是信。其实这幸福的根本是信呢，这个话题是我以前在其他的学校里面已经做过简单的我的开示。我本身想换一个其他的题目，但我们交大这边说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个题目，后来呢我们达成共识，我们就没有改变，还是用幸福的根本是信啊。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应该是来这里听讲座也是希求幸福，很多人的目的不是希求痛苦而来这里。那么希求的根本，幸福的根本是信这个问题呢，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呢，也许可能你们有一些反思，或者说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啊，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对幸福的这种看法。我们利用下午的时间准备讲一下藏传佛教非常著名的一个歌系，大概是800多年前的一位歌系，他留下来了一个特别珍贵的幸福的根本的信的一些秘诀。我想我们上下午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话题。那么我们上午跟大家利用什么样的这种课题呢？就是说在座的各位最近也可能听到在央视节目当中呢，不管怎么样，遇到一些人都问你信不信佛？对他的回答呢，千奇百怪，就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些地方从我一个宗教人士或者说是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来看的话呢，也是确实他们找到了这个幸福到底在哪里。有些时候呢，看到他们所立下来的定义，不一定是很完美。最近你们很多人应该也发现，诺贝尔获得文学奖吧，就莫言。别人问他你幸福吗？他最后对他的回答是不知道，就是3个字。其实他比较正式。后来记者在继续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呢，就是说他说如果我是幸福呢，确实最近压力很大，就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以前他看书做书很轻松，现在要面对很多的事情。虽然表面上看呢有钱，大概诺贝尔获得文学奖的话呢，从我们人民币来讲是750多万吧，750多万。然后有财富，我们可能有很多人想有财富可能会幸福，他一下子就得到这么高的奖的话呢，心里面的这种幸福感就不一定有的。还另一方面就是从名声上讲，全世界来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250个人选的，
最后就是5个人，5个人当中也是选到他，选到他。那这样的话呢，在全世界来讲，100多年以来，尤其是很多人是非常关注的。从按我们的这种视觉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他很幸福吧，他很幸福。但是呢，他说不知道有2种原因。第一是，如果说幸福呢，一点都不幸福，非常烦，就很烦恼，压力很大。如果说不幸福呢，认为他在装的，他已经获得了这么大的奖项，就是还不幸福。所以他是比较敢说实话的。从这个话题当中呢，我在反思，我在分析，确实我们佛教里面讲就是幸福的根本呢，实际上是信。他这里要知道是根本是信，并不是说幸福的一切100%全部都是信就是它的根本是这个与信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再利用这个时间，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先，我们世间人认为，财富，是一种这个幸福，但是不是财富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呢？可能我们没有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始终认为是有了钱，就是什么都是非常这个解决了，已经快乐了。可是你真正有了这个财富比如说你有1栋房子，那么有1栋房子的时候呢，你可能还不满足，你还想还要1套房子。你如果有2套房子呢，你可能还不满足，就是还要这个3套房子。那么这样以后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觉得是可能加拿大、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当中也需要。所以如果是真正是财富就是幸福，当你拥有了这个财富的时候呢，应该要你一种这个快乐。可是呢，也不一定了。所以以前这个有一个叫做是这个非常这个著名的人他这样说过，他说是我现在这个拥有的一切财富、名声、成功、容貌，但是呢，实际上一点都是不幸福伊丽莎白就是他是这样说过。我想他说的话呢，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呢，的确，如果我的这个心态没有很好的转变的话呢，恐怕是光是有一种这个财富呢，不一定真正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觉得是可能买的房子越来越值钱的话，可能这个幸福就一般原来是平房，然后你就比较这个好的最后在别墅里面，你觉得是可能很舒服，实际上它的开销更大。你原来是一般的一个轿车，然后你现在换成了就是更高级的一些这个轿车，你觉得是可能这个高级的车是可能最幸福的。可是你刚刚坐上1-2天，刚刚你用上1-2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舒服但是你没有想到它后面的包括它的维修，包括它的加油，包括就是它的很多的费用的话呢，也是跟着而来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话，也是这个随之而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财富上的话呢，有时候越来越拥有不一定的奥地利有一个富翁他把所有的别墅和所有的这些财富呢，全部都是这个捐给慈善机构。后来他拥有的时候特别担心，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讲这个财富出现积累的时候特别痛苦，中间保护他、守护他的时候也很痛苦。最后呢，我们日日夜夜担心，就是他会灭尽，会被别人无敌共用等等，也非常担心。那这样的话呢，我刚才说的奥地利的这位富翁所有的把这个财产全部都是捐到慈善这个机构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非常的快乐，他心情呢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世界上人们共同承认，80%的痛苦呢就是与金钱就是有息息相关，80%的这种快乐呢就是与这个金钱没有关系这金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找到一个什么呢？
人和金钱没有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很难以这个生活啊，很难以生活。但是你要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比较适当的啊，就佛教里面就是生活是要中庸中道。我自己呢我也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人，也看到一些出家的这个生活的人，也看到就是社会上就各种各样的特别这个富翁的人啊，富裕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2500多年前就是佛陀所讲到的这个生活不多两边的道理呢，升起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对他升起极大的信心呢？因为我们的财富呢，一点都没有的话呢，确实也是在生活非常困难的。但是你财富过多的话呢，就是成了一种无聊。知道吧？什么叫无聊呢？当你住一个非常5星级或者6星级的宾馆的时候，你第一天或者是第一段时间呢，你感觉就是特别舒服啊，就是真的很好。你过了这个新鲜期，大概是几分钟以后或者半个小时以后的话呢，你坐在一般的这个土屋里面和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没有从你的感觉上是不会有差别的。那么从这个道理上呢，就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人呢要做或者说是你要享用财产的时候呢，要会有一种中等一种这适度啊，就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人呢，盲目的这个追求啊，你要这个钱财越多越好，就是一种盲目的追求。这样的盲目的追求呢，最后我们的整个方向就是有迷失的危险性。所以说呢，从我们财产上呢，就是可以观察，大家可能跟你们的平时的生活呢有点不相同。你们平时呢，任何一个人就是觉得是这个财富越多越好，而没有说是财富到了一定的时候已经可以了，就是这样的这种教学理念呢，到目前为止恐怕我们在这个很一定的范围当中是比较少的。所以我都是特别赞叹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办这样的国学心灵教育的那一些活动。这样的这种心理教育呢，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真正是有一些转变的话呢，那么你的单位、你的家庭、你的这个孩子都会有一个良性循环，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发展。我们所谓的发展呢，你不能就是看到一个钱财的发展。如果我们这是一个钱财的发展，就是成为是真正人类历史上是最有利、最突破性的发展的话呢，那么人性的这种倒退，也可以说是我们道德的这个笑话，或者说是我们慈悲的这种这个下降，等等诸如此类的古文化的很多的有价值的这些知识呢，如果在我们社会当中没有体现出来它的价值的时候呢，的确是社会呢就是不叫真正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心灵的这种提升和心灵的这种智慧的这个增上呢，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此我特别佩服呢就是不管是任何大学的，就是这个老师们呢他们很辛苦。应该我们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是什么呢？也许在这样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些自身的这个身体也好，这个金钱也好，有一些付出，但是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精神的财富。我们人类现在最缺少的，不管是东方国家、西方国家，那么最缺少的就是这个心灵的财富。那么古人跟那个现代人之间的差别呢？古人有物质上的这个缺乏，但心里就是特别的这个富裕。而现代人呢的确是刚才张主任说的一样的，我们都能活，都能在吃饭可能穿衣方面的是谁都不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满足感没有。我们没有满足感，没有真正的这种如何生存的这种意识。我们现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你要有意义的活着，并不是因为生活而活着。因为生活而活着的话呢，那跟这个世间的这种群俗也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山上的这些禽属的话呢，它也早上起来就是同样的吃草，同样的寻找这个青翠然后晚上呢它可以同样的睡觉。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对周围的
对自己的这个国家也好，人们也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没有一种爱心和一种慈悲的这种传递的理念的话呢，那么我们人的这个道德就是变成了什么样的这种境地？大家呢就是应该值得这个思考啊。这是我们对这个财富方面呢，就是也需要一些分析。然后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幸福呢，就是是不是有些人认为有了地位就已经确实这个幸福？但是这种地位啊，大家也应该观察，因为一般来讲呢，人的地位我有时候是翻开一些历史，帝王将相和一些这个古今中外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不管是你政治界的人物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商业界的人物啊，当他真正这个有快乐的时候，有名声的时候，有地位的时候呢，他的亲朋好友也是络绎不绝。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满堂都是这个围绕着。当他有一天真的空了，有一天他自己已经下了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就是原来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话呢，就是一纷纷的开始这个远离你，非常这个凄惨的，就像是一棵树啊。一棵树呢，当它这个枝繁叶茂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百鸟就是群聚在这个树上。他们就是发出非常动听响亮的这个歌声。可是到了冬天，就是这棵树呢，就是树叶树花全部都干了的时候呢，所有的鸟群呢就是不回来的。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是周围的一些人呢，当他当领导，当他当真的有钱有地位的时候呢，那他的所有的朋友也是多得不得了。当他一旦一夜之间，如果他的地位真的有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这个接近他。所以我们想，如果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一个地位上的话呢，那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不明智的做法。以前历史上有一个叫做顺治皇帝，大家都知道，他在出家的时候就后来他出家了。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出家记当中说，18年来不自由说是这个南征北战就是济世秀他说他以前是一个西方的这个出家人那子，但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因为一个年头差，就是一年之差，就落到这个皇上的家里了就变成皇帝。18年以来，就是南征北战，一直忙来忙去，就是最后到出家的时候才知道是哇，就人生真正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王位，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王位的这种定义的话呢，就实际上是并不是有利益的。我们不说这个世间的一般的一种地位就是实际上是真正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不管是这个国家级的也好，就任何一个领导，当他下来的时候的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有些人呢，拼命的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寻找的是什么呢？也有一些人是这个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呢，真的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以前这个庄子就庄子呢他一般就是生活非常朴素，但他的智慧极其丰富。然后他有一次去一个他的朋友叫惠氏。到惠氏那里的时候，惠氏呢就是认为是可能庄子来求他就是一些官位就是他就非常的这个担心。然后庄子就是对他他的这种行为和他的想法呢，就是马上明白了。明白以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地位呢，就是看作术士就是富庶。也就是说，就湖南的这个老苏湖南的这个老苏，他说是我绝对不会这个希求你这样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比如说你是本来是一个科长特别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变成就是正科长。正科长就到局长局长以后不满足，就是你要调到这个什么省里面还是不满足，就是一直上去。但人生几十年，所以我们的这个幸福是，如果是真的在地位上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这也是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合理的。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人的这种痛苦呢，其实是真的是有一部分是这个生苦，有一部分是辛苦。
佛教有一个大的叫做升天论思啊，就是他在非常著名的一个论点叫四百论啊，就是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就是说是这个生之为一苦啊，就是念之呢，就是从甚深。由此既有此而苦，日日坏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有名声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这些比较这个高层的这些人的话呢，他对这个衣食不处啊，就是他的可能吃的、穿的，就是基本的生活是他根本不处的。但是他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心灵的这个苦啊。那心灵的苦，我们都看到知道，就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可能生苦的不一定很多的啊。我看你们的很多的这个长相啊，就是看你们的这个穿着啊，就是去很多方面的话呢，很有福报的。就是从时间的话来讲呢，看个个都有福报的。应该你们都是不会像是啊，我明天早上到底吃什么呀？我这个下一个月可能我的这个粮食就已经没有了，我的衣服呢就是可能烂了，就是我看下一次要穿什么？你这样的这种痛苦呢，就是恐怕是没有的。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会这个心里的有担忧，心里的一些恐惧啊，就我的什么这个企业会不会倒闭啊？我的这个会不会这个工作啊，就是以后都不顺利啊？等等等，就是心里面就是连晚上这个睡都睡不着，就是有时候经常吃安眠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就实在是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啊，就是有一些压力。所以刚才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些这个有一定威望的这些人呢，他身体上都不会痛苦的，但是他心里有很大的痛苦。而由于没有地位、没有钱财的，就是像我们世间的一些工人啊、农民啊，像这些人的话呢，每天都是他们不会用什么地位啊，就什么，那我怎么样活下去？怎么样就是能这个坚持、能维持下去？我经常去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啊，那这些偏僻的地方的这些人的话呢，的确也是他这个就是饮食啊，就基本的这种生活都是就没有办法保证啊。你们也知道，是现在就是5000多万人，就是在世界上是受这个饥饿的痛苦啊，就是包括一些非洲的难民啊，就是各个邻国的一些这些人们的话呢，那他们从我们照片和网络上看的话呢，就像佛教里面所描述的恶鬼一样的。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肚子以外，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甚至有些的话呢，就是吃这个泥土啊，就是吃篱笆，就是吃一些牛粪啊，就是吃一些在实践当中的就根本我们人没办法吃的，包括一些树叶啊，就一直就他们吃着。啊，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人要好好的分析一下，就是几十年当中的这个地位呢，也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很多这个有能力的这些人呢，就是经常向着这个自己的地位而非常的痛苦，就非常痛苦。不管是任何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呢，真正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是得失从缘，心无正见啊，到这样的境界的很少。就是得来的话呢，就是也是随缘；失去的话也是随缘。我的心呢，一点增长和减少都没有，就是到这种境界是很少的啊。就世间人每次选举啊，每次这个挑选呐，在年底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但实际上呢，这种痛苦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心而造的。啊，就是心而造的。然后我们再说就是世间的一些感情上啊。感情的话呢，也大多数的一些年轻人呢，把自己的幸福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感情上，认为在这个异性的这些这个依赖上啊，就是异性的依赖上，其实一个人真正自己的这种心理一点成熟能力都没有，然后把所有的幸福和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外在的这个人也好，事物上面的话，这是一种这个愚蠢的行为。应该是人自己有自己的一种这个精神和提升能力啊。我即使实践当中所有的依靠处都没有，人也没有，动物也没有，就是哪怕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我自己还是应该可以自理下去，我自己应该自己可以就是过下去，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毅力，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对方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所谓的这种爱情和执着啊，就是去执着。那么这样的执着呢，越执着越痛苦。我们佛教当中呢，有一个著名的经典叫做是《涅槃经》。《涅槃经》里面就是说这个有爱胜不，有爱胜有。若你欲爱啊，就是如果这个离开了这种爱的话呢，就是何不何有？就是意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爱呢，就是你产生恐怖；因为爱呢，就是你产生一种忧虑啊，就是产生一种担忧。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的执着的话呢，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不会有恐怖，不会有忧虑，不会有伤心，不会有哭声，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这个死亡啊，就是自杀等等。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因为在一些媒体和在一些可能是这个有些这个宣传也有关系，好像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呢，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事呢，就是这个一种所谓的这种情感的执着。当你的情感的执着如果是没有成功或者说是就是对方对你抛弃的时候，好多年轻人，包括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的很多这个学生啊，他们的是没办法，就是最后自理啊，就是最后的是就是跳入自杀。这样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其实这个呢，我认为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媒体导向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整天都是不管是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都是要说这些这个这样那样的这个就宣传这样的。因为这样的大量的宣传呢，很多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所谓的精彩节目呢，全部都是这样的。让你这些节目也好，这些这个知识的话呢，就是你认为是你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呢也不一定。实际上的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实际上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些这个有这个生活理念的人的话呢，就是把它呢，就是只不过是在生活当中的部分，就并没有把它当作是全部。所以我在想呢，我们很多人应该在这样的这种执着上面的话呢，恐怕是还要就是去观察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所有的幸福呢，就是建立在别人的这个身上。别人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呢，随着你的幸福的这种指数呢，就是越来越下降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值得的。就是我认为不值得的。但这些的话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自己就是特别就是执着外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同时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一个调性的方法，这样以后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压力就是压力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你们也可能清楚就是前2天大概是这个月的17号，就是说是中国是全球这个压力就是最大的这个国家之一。那全球上是有这么多国家，就是然后这个中国压力最大，但这个最大的这个原因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去这个对钱财的这个执着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就是说是这个钱财的执着。而且呢现在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报道上面就是说是这个中国的这个10个人当中呢，就是1个人呢，就是对这个精神就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疾病就是精神上就是1/10就是可以说1/10。还有6100万人的话呢，就是得这个忧郁症得忧郁症。每1年当中的话呢，就是有60万人呢，就是劳累过度而死就是有些报道里面说是20万，有些报道说这个10多万就是自杀就是自杀。所以我们这些的这个主要的根本和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生活太执着了。我刚才讲呢，我们如果确实不管是在学校当中也好，在任何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学科和宗教课里面呢，就人们都是懂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分寸的话呢，可能压力不会很大的。我们压力最大的这个根源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是压力这么大呢？因为压力大的人们都是不满足就是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呢？因为你像是对别人有一种对比，
攀比、竞争。别人买了一辆车，我也要一辆车；别人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也要有好的东西。你其实很多这个物质的话呢，不是缺的，而是呢，你要像这个超过它。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超过很多事情呢，跟你的福报有关系，跟你的工作有关系，跟你的能力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人们的这种压力就是自然而然大。如果我们很多的人啊，大多数的人的话呢，掌握分寸啊，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能力的人啊，你住一个平房的话呢，恐怕是不会那么很痛苦的。你即使就是我们像有时候在大城市里面呢，人确实是有点这个可怜啊。就说实在，我有时候我在这个在山里面就是住了20多年，就是也许可能我跟这个生活跟你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也许可能从这个价值观上面有点不同。我每次都是到了这个什么。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就说难听一点的话，确实是马有我一样的，就一种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就一种熙熙攘攘吧，就是这样的这种熙熙攘攘的话呢，不知道大多数的人就是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样这个生活着，就是到底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都是为自私自利而奔波，就真正是想帮助别人，想利益社会，想这个回馈就是所有的公众的这样的心态的人呢，现在在我们公众人当中就越来越少。而每个人的是就是想自己是成为是就是最好的、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最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去这个奔波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凡是有自私自利的心呢，都不会很快乐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压力最大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我们的欲望很大。就欲望很大，正因为有了欲望的时候呢，就是你不会很满足的就是你不会很满足的。以前那个美国就是你们就经常说的是毛王，就是他就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说过，他说是我一切都拥有就是我一切都拥有，但是我可惜的一点都不满足。就是我一点都不满足，我什么都拥有。叔本华以前也是说过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对这个财富的这种欲望呢，像喝这个海水一样的，越喝越渴就是越喝的话呢，越渴的越厉害就我们现在就是拥有一个就不行，需要拥有2个。那么这样的话呢，佛教当中也是经常就是讲求得不成发生痛苦就发生热闹，就是有这样的。如果我们越来越就是求，越来越求，最后你没有得的时候呢，你不幸福，你会痛苦。时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你没有一种满足感没有一种满足感的话，那你肯定很痛苦的。你这个也需要，那个也需要。有时候我经常跟其他的一些，包括我的以前的一些同学我跟他们就经常聊天。我说我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呢，就我因为我修得很好，不是什么，但是呢，一方面是自己作为这个出家人，另一方面的话呢，本身也是我除了就是对这个卖一些书以外呢，就是其他都没有。然后我们就不管到哪里去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想得到的东西，其实也不像什么，就是不管是什么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兴趣。也许是可能这是一个精神的问题，也不知道。就是我也许是10%之一，这个10个人当中，我就精神有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种欲望不大，就是没有什么欲望。但我看到就是我的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同学的话呢，就是比较比较偏僻的地方吧，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就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其实要的非常多的话呢你心里面就是不快乐。不开心就经常就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好，在工作当中的话呢，就是都不快乐，都不开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一切压力、一切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贪欲。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贪欲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是痛苦越来越大就是痛苦越来越多。所以要对着它，要
我们要真正得到幸福的时候呢，你光是口里面喊这个幸福不一定来的。我看到很多新闻记者就是问你这个你幸福吗？有些说不幸福，有些说幸福，有些说是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话题，避开话题。但是这个能不能给带来幸福呢？也不一定。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心态要调整。心态调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像一个病人啊，你光是知道你有病就不行的，你应该一个很好的医生那里去找到你的这个根本的病因然后你就开始这个服药。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需要就是有一些这个途径我们要这个对原来追求这个幸福的这种心态现在稍微要转变过来的话呢，你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也需要就是花一些心思你光是听一节课，或者说是你平时呢就说话就不行的，应该对有一些道理呢反反复复的去思维，反反复复的去看一些书就是看一些书，然后呢去学习一些知识。如果你学得很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明白很多道理，你从内心当中明白一些道理的时候呢，就是原来呢其实我们这么多的人呢，就是都特别追求幸福，但是幸福的根本呢，就是应该是并不是一个外境上。如果100%的所有的这个幸福都是在外境上的话呢，那么拥有这个财富的这些人呢，为什么是不得到这个100%的快乐呢？就没有就没有得到。所以从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看出来就是有一种自主自信。这个是最快乐的一种方法。前一段时间也是，好像这个央视的有些记者就是在我的微博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是你幸福吗？就是然后我回答我幸福，然后我说我这个幸福，然后他说是你这么幸福，我说是我有自主自信我有满足自信我自己认为，就是幸福的根本呢就是信。但信的根本的话呢，人到一定的时候呢，有一种满足感。有了这样的满足感的时候呢，即使你生活处于一种比较窘迫或者是比较困难的时候但是呢，的确你也有一个这个幸福感我们实际上，我经常引用这个海伦克勒就是美国这个盲人，就是他呢，就是说是如果我有3天的光明的话，那就是我有这个幸福其实我们在座的人就是不了这个3天就是从360天的这个光明都有，但是我们不满足，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2个眼睛都瞎了，就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呢，你可能最苛切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旦有了眼睛，什么这个财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可以就是原来那个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是他在这个为了这个种族，为了这个他的民族呢他在这个监狱里面过了这个27年，当时呢就是每天都是住在一个非常黢黑的这个牢房里面的。但后来就是他说是我有一个好像是半个小时的晒太阳的这个事的话，那就是那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其实我们这个晒太阳就是不要说半个小时，就是我们一天的是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太阳就是好像有一些阳光，你一直这个晒着的话，那就是那获得这个曼德拉的这种快乐和幸福呢，我们都得到。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比如说你医院里面就是你有一个非常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查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这个病里面就是好出来的话呢，那我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多么快乐！尤其是你在病床上的时候呢，你就特别特别希望就是你原来这个健康的时候呢，就是多么快乐就是但是不知道，或者你的家里面的人这个人死了以后的话呢，知道原来就是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集聚的时候呢，都很快乐的。可是当时的是没有珍惜，就是人有时候呢，真正的所谓的幸福的话呢，不一定是你真正是外面就是得到就是什么的。就是你没有这个逝去的一种这个现象呢，应该是这叫做是一种这个幸福。再加上呢，我们自己有一种就比较放松的心态就这个非常重要。
我以前看过一个叫做塔莎奶奶的这个幸福生活啊，美好生活吧，好像有这么一个小本本，就是小本。他是一个美国的，就是非常的这个著名的一个这个生活作家吧，就是也是一个艺术家。那么他在这个山上啊。就是在山上跟这个小动物们就是一起这个生活啊，就经常呢就是种植一些这个草花啊，然后呢就是他过一个非常这个简单、朴素、清净、自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经常以在大自然的这种这个阳光和大自然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气氛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就过他的这个生活。其实这样的这种生活呢，反而可能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里面呢我们在任何一个特别高档的这个这种这个当中这个生存的话呢，价值更大。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修行人，我的这些修行人的话呢，他们连那个大概20多年以来从来都是没有关过门。就为什么？因为家里面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就是他出去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出家人啊，就是苏西的一个出家人。我们两个没有出家的时候都非常关系很好的。他出了家以后的话呢，我后来就是才出家的，我就特别羡慕就是他的生活。后来我也这个出家了，但是他是比我这个修得很好的，非常非常，他终身就是在山里面。在这个树林里，在树林里面有个小小的房子，然后他几个月的这个食物啊，就是也吃的也非常简单，然后到哪里去就天天修行，然后他有时候到出去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关门，因为他家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有一点点粮食，就是这个粮食呢，就是别人也就是不会拿走。除此之外，他夏天有1-2件衣服，冬天有2件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天天都是修行念经的。有一次我去看他的茅棚，就是真的，我从内心当中，人的这个幸福啊，因为他在一个非常这个环境就是优美啊，就是潺潺的这个溪流呢，就是他旁边这个牛塘，然后整个他的森林当中就是鸟语花香啊，蓝天白云啊，就是好像到了那里以后的话呢，完全人的这种心呢，就是有一种变成了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感觉非常这个殊胜。我当时在想，其实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人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大自然就是还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大自然当中的话呢，你所有的这种烦恼和所有的这种痛苦啊，全部都是已经这个忘记了。就像以前那个这个莲池大师啊，就是他说是这个人生皆知足，烦恼亦是处啊，就人生就是了解了这种知足的话呢，所有的烦恼都是已经这个消了。还有佛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无欲无求，身心自在啊，就无欲无求，身心自在。就所以我想我们就是人呢，就是没有很多的这种欲求，没有很多的这种欲望，凭自己的福德和凭自己的这种工作得到一份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感。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这个工作人员的话呢，本来是你可以1个月当中2000块钱得到的，可是旁边的人呢，如果涨了3000块钱的话呢，本来是你原来的2000块钱也是可以照样生活的，但是你因为看到他得3000块钱，我为什么得不到？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你的2000块钱根本不行，就是我一定要超过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其实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竞争性和这种攀比性的话呢，就是反而就影响了我们的这种心态，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这样一来呢，的确我们所谓的这个满足啊，就是这种满足呢，我觉得是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幸福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人的这种满足感，就是对这个幸福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满足呢，当然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知识呢也可以得到的，但是我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可能信仰一些宗教啊，就是从中呢就是得到的这个满足是更加充实。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是这个信仰宗教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幸福指数是很高，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概是这个今年
就是2月这个16号的时候有一个公布那么这个公布的话呢，是这个美国就是盖洛普就是他在这个2年前就是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统计，就是大概是在这个2010年。就2010年1月份的时候跟这个全面的美国当时这个华盛顿地区为主的50个州就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中共他们通过这个电话采访的话呢，67万6千个6000次的这个电话那么他们呢就是经过这个大概是在这个2011年的这个12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调查已经得到结束。那么得到结束，最后得到的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这个人数的毕业就人数的这个毕业的话呢，那么这个有信仰宗教的这个人有信仰宗教的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人的这个毕业的话呢，占69.3%。就69.3%，然后30.7%的30.7%的吧，应该是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信仰，或者说是信仰呢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浓厚的。那这样的话呢，从中呢就是观察出呢，确实是信仰宗教呢，就是对人的这种这个开心幸福确实是有一种关系。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幸好我遇到佛法，如果我没有遇到佛法的话呢，我不知道我还存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当时我非常的痛苦，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压力，实在是没办法就是接触，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的，我周围的人也对我很不公平的。后来我好几次只是想过自杀，但是呢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没有成功，后来幸好就是遇到这个佛法。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呢的确就是我并不是为了就是什么这个给大家就是为这个藏传佛教打广告，就是不是这样的，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学习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不丹国家就是在世界上来讲是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那我以前看过一个叫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这个地方就是里面有一个记者，他写了就是10个国家，就是里面包括一些印度英国还有一些这个不丹等等，就是大概是就10个国家。他去这个一个国家，然后他在这里面就是讲的是，在讲到不丹国家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是这个幸福是一项政策幸福是一项政策，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整个里面的就是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当然我从他的书里面的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他们的一些宗教的这个信仰就是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但实际上呢，就是不丹国家是我大概22年前呢就是90年的时候就是去过，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上司就是叫这个法王精美彭措法王精美彭措是当时那个不丹国王亲自这个邀请就是从这个印度南方就是直接到这个不丹国大之首都，就是他是这个乘专机就是专门就是去那里，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国王和还有当时的这个他的不丹国师就是丁国钦次仁波切，就是他们就是亲自邀请的。那么亲自邀请去在那里呢，就是待了大概是有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那半个月的时间，那么不丹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全民信教的，全民信大乘佛教，而且呢全部都是信的什么呢？就是藏传佛教的，是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这个生活标准的话呢，在当时20多年前的时候也是并不很发达的。确实是他们的这个车辆也不多，他们的整个国家飞机也不多，就只有几架，就然后这个但是他们人们都是有一种满足感，每个人都是拿着念珠就每个人都包括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妃就是国王的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就国王的这个怎么说就是那宫廷里面的这些人的话呢，都是这样的，
他们的这种生活理念的话呢，完全是一种这个大乘佛教的一种少欲知足啊，就是少欲知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是他们对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利他心，他们有一种感恩心，他们有一种欢喜心。那这样的时候，人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这个快乐。就是有一种快乐。当时我还记得，他们好几个宾馆和好几个不同的这个这些场所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就非常好的这个诗词啊。就是有一个诗词呢，就是我记得他说这个当最后一棵树被砍掉，当最后一条河就是被就是榨干，当最后一尾鱼呢就是被捞出，那么人类这个时候才发现就是金钱不能当饰品。金钱不能当事物，就是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用藏文这个写着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有这个对生命的价值观，也有对环保的问题，也有对我们这个现在人类就是特别就是破坏这个自然的各种各样的不明智的一些理念吧。就人们就是为了自己，就是把这个乱发，就是各种这个森林啊，就是开发这个资源呢，等等这样的行为呢，他们是非常反对。你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也去过，包括现在的话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到哪里去旅游的话呢，一天的是需要200元这个美金的消费，就是所以很多人呢，他就并没有完全这个开放。其实我们认为是就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很多世界接轨呢，也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这个弊病。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呢，就是看什么样的这种方向，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呢，就是操作，就是这样。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就是大家的一种这个思考就是大家的一种这个思考。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座的人，就是大家可能有些是有信仰的，有些呢就是没有信仰的。不管怎么样呢，我自己认为就是在座的人，应该你要用你的智慧来，就是观察一下，就是其实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的确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挑衅的这种方法。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青海包括只是拉萨还有在这一些就是应该是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跟这个不丹国家就是完全是这个一样的。就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去监测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呢，应该是不低于这个不丹国家。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人的这个心态就非常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有一种这个很平静的。就是我们在山里面，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呢，经常看到，就是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孩童，就是在看着他们的这个笑容就是他们笑得非常的这种灿烂，然后他们的这种心里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满足感的话呢，就是不像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人，再加上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人的话呢，的确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忧虑。这种忧虑的话呢，恐怕就是自己也是这个说不清楚的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对我们带来就是以后的各方面的这个互换。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个很多人就平时呢，应该就是一方面就是学习一些包括这个佛教就是其他一些国学方面的这个知识来就是调节自己的心。同时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经常也去一些寺院里面。就是去一些寺院里面，就是看看，就是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个过生活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过生活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生，就是可能是最有这个意义的。否则的话，你每天的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就是每天都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呢，有时候就是可能人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就是疲惫不堪就是非常的这个苦不堪言，就是会有这样的。在这个时候，调节人的这个心态呢，就是非常重要。调节的这个心态呢，最好是有一种当然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就是其实有一种禅修就是禅修很重要的。有时候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至少大概是20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呢，自己应该好好的这个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然后呢，就心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安住这个下来。然后晚上这个睡觉之前呢，就睡觉之前呢，也是大概就半个小时或者是10到20分钟。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你的这种长寿啊，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条件，包括你的辨别能力啊，都非常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禅修的这种禅修作要，就是有一本书，禅修作要这里面说千百万人啊，就千百就是万人的话，那以前通过这个禅修呢，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命运，就是得到这个改善了。然后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像美国和很多这个欧洲国家的话呢，在高等的学校里面都有举办一些这个禅修。那么通过禅修的话呢，我们身心呢就是可以就是调整。就是可以调整。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关于在这方面的这个禅修的一些知识是相当多的。因此，希望呢大家就是在这个平时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有一种这个调节啊。你每天都特别累的话，那就是恐怕是真正是我们这个闹出很多的这种病啊。我们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不累，可能是就是不一定现实的。但是呢，你还是会调节作用啊。你每天都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是关机，就是一个多小时，可能很多人想，我是不是来了很多这个信息啊？就是那么当一会儿一打开的时候，大家都看呐，然后就很多，就是现在这个跟古人不相同的。那么古人的这种所谓的精力呢，就外面就是付出的很少。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吃饭，你休息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我们现在是不相同的。现在你关手机大概是1个小时以后呢，你的内心呢就是在手机上，然后等会儿一打开有什么呢？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就其实这个对人生不一定很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很多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就是早上第一个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手机也开始睁开了，就是眼睛，然后一直忙，最后这个你也累了，就是到下午的时候你也累了，手机也累了，就是没有电了，就然后只有休息，就是然后第二天呢也这样，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叫这个轮回，就是轮回是什么呢？就是一直这个旋火轮一样，就是一直转啊。所以昨天做的今天做，今天做的明天做，明天做，一直到死的那一天呢，哇，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就开心了。就是那个时候你们有些人认为是哇，可能这个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了，其实也并不是。人死了以后的确就是还有这个来世啊。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有很多道理要讲，就是这个问题是这个必须承认，就是不承认的话呢，我们人类跟这个一般的一块石头更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要一块石头还活得长一点，人就是最多是100多年，所以这样的话更不合理。就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教育也好，很多从小的这个环境呢有关系。就是所以连自己的是存在前世后世的不知道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就认为你们很多交通大学的，我就是交通大学毕业的，我就是交通大学里面就是在名片，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做很多名片，就觉得是大学，就是自己也是高高在上，就是觉得非常。但是你连自己的后世存不存在都不知道的话呢，有时候是确实我们这个有时候人类就也有一些盲目的地方。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希望呢还需要就是以后就是一定要有一种细致的智慧来进行探讨。人确实是就是有这种长远的这个来世，我们的身体呢不断的会换的。但是这个前世塑造的这些业呢，就是不断的就是跟着你的这一点是非常合理的。否则的话呢，我经常用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案例和包括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来，就是这个问题是论证。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讲那个幸福的根本是性，所以我们就不讲就是这个前世后世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懂到这个前世后世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才会对自己的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的幸福呢，就是会这个负责任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幸福呢，就是暂时的我们
十几年、20年前的这个很多事情呢，就是你就可能在孩提时地的时候你不关心，人老了以后不关心，那么中间的所谓的幸福呢，你年轻时候的几十年的话，那我们就非常这个目光短浅呢。所以呢，人类应该要这个多学习一些非常这个有价值的古文化的一些知识，这样以后的话呢，我们可能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人生呢，是有意义的，自己的真正的这种人生呢，就是带来就是对身边的这些人也好，在这个乃至其他的这个动物呢，应该是就是给一份这个爱心啊。我想我今天呢跟大家就是交流到这里。